小伙正在地里干活，没想到却意外看到一个全身光溜溜的姑娘，他瞬间傻眼，看得直咽口水。殊不知这个姑娘是来报恩的。原来就在几天前，阿汉跑到山上挖野菜，没想到却刨到一根石柱。阿汉见石柱很是怪异，打算将其拔出来卖钱。怎料石柱离开泥土的瞬间，地里突然喷出一阵白烟，四周随之地动山摇。阿汉不知道的是，他的这一举动无意间放出被封印的白马精。传闻灵马会给人增加气运，俗话说9月见灵马，财运滚滚来。此时点亮小红心，打出财源滚滚，未来下半年都能心想事成，负债清零。到了夜里，阿汉无意间发现一匹白马出现在自家番薯院里，下一秒白马竟然化作一个姑娘。阿汉还以为是自己看花了眼，吓得连忙跑上了床。可他不知道的是，白马此番前来就是为了报恩。原来白马精原本是天上的仙子，只因触犯天条，被封印在这座山上500年，没想到却被阿汉无意间打破封印，令他重获自由。阿汉虽然看上去像个小孩子，但实际年龄已经30岁了，并且他还有个貌美如花的妻子美玉。隔天一早，美玉突然大叫一声，阿汉闻声连忙赶来，却发现番薯地里一片狼藉。阿汉这才想起，很可能是昨晚的那匹白马干的。然而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，地主老财突然跑来管夫妻俩讨债，可是他们赖以生活的番薯地已经被莫名其妙毁坏了，如今根本拿不出钱来。不管美玉如何低三下四的恳求，都无济于事。地主甚至还嘲讽阿汉是个小个子，没本事赚钱，还要靠老婆养活。阿汉听后气的直接跟对方打了起来，没想到美玉此时却拉偏架，表示打架根本解决不了问题。阿汉以为妻子和这帮人一样都瞧不起他，一气之下便离开了家。阿汉走后，美玉再三恳求地主能大发慈悲。地主见他们实在拿不出钱，就让美玉用这间房子的地契抵债。可是地契是祖产，美玉打死也不能卖，于是地主就故意刁难，只要他能在7日之内磨完500斤大米，之前的账不仅一笔勾销，他还额外再给美玉100块。眼见没有其他办法，美玉只好答应。就这样，夫妻俩开始没日没夜的开始磨大米。为了防止番薯再被人偷，阿汉在地里放置了很多捕兽夹。没想到第2天果然有所收获，他发现地上残留着一些血迹，顺着血迹，他竟然看到了一个没穿衣服的姑娘，并且她的腿已经被夹伤了。夫妻俩看见这一幕也被吓坏了，美玉连忙找了身衣服给她穿上，并小心翼翼地给她包扎伤口。交谈中得知，姑娘名叫白云，如今的她已经无家可归了。两口子见她很是可怜，于是就打算让她留下来养伤。这天，白云看见阿汉正在推石磨，询问后才得知他正在为磨大米的事情犯愁。白云听后表示自己的力气很大，用不了多久这些大米他就能磨完，但是他要阿汉答应的，在他干活的时候千万不要偷看。等到阿汉走后，白云竟化作一匹白马开始拉磨。原来白云正是那白马精所化。片刻之后，他就将500斤大米全部磨完。夫妻俩看见后瞬间傻眼了。就这样，他们完成了地主派的任务，并且还拿到了那100块酬劳。两口子都觉得白云这个小姑娘可真是个福星。然而这天，一个陌生男子突然拜访，表示他们家里正潜藏着一个妖怪。